大熊猫花花的魅力有多大？连奥运冠军孙颖莎都是她的粉丝。你觉得花花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？我觉得确实还是非常可爱吧，然后我觉得还是想去看看它吧，然后如果有机会，我自己还是希望能够去摸一摸它吧。没有人可以拒绝花花，就连场上大杀四方的孙颖莎也不例外。另一对跳水冠军全红婵和陈芋汐，俩人抱着花花的玩具不撒手都顾不上采访了。超级可爱花花，就是抱着采吗？抱着采吧。不懂就问，喜欢花花是奥运冠军的必备项目吗？花花还是内娱明星可望不可及的心头爱。胡歌会抱着花花乘坐地铁，热巴家里全都是女明星的各种周边，周深也忍不住被她的美貌折服。那当然是花花，第一反应会想到花花。要知道花花最近这段时间沉浸在空调房里，连着罢工5天不出门，看不到女明星的粉丝都快疯了，只能拿着手机赌照片思念花局长。毕竟这小妞可是1亿们的精神食粮。不过花花这么讨人喜欢也是应得的，宝贝打小就是同龄小熊中的一股清流，没脖子没腰还腿短炸毛的她，简直就是个活脱脱的樱桃小丸。花局长和妹妹站在一起的时候，居然还没有人家肩膀高。即便这小妞已经年满4岁了，可她依旧是那个肉乎乎的三角饭团，探头探脑的样子和小时候没什么区别。花花能成为当之无愧的顶，更是因为这小妞超乖的性格。虽然宝贝有了领地意识，但她压根就没领地，不是被妹妹荷叶抢秋千，就是被滚滚们挤成肉饼。有次荷叶突然上手拿她的竹笋，花宝鸡却是宠溺一笑，主动送给妹妹，自己在一堆笋皮里扒拉着食物。当不懂事的游客调侃花花时，这小妞也只是一怒之下怒了一下，上一秒还在骂骂咧咧，下一秒就冰释前嫌继续微笑。她还要带着甜甜的笑容对着喜欢自己的游客招手呢，像是在说都没白来，都没白来。难怪谭爷爷还能偶尔近身接触她，不是去外场喊孙女回家，就是拿着盆盆亲自去投喂。可他看到荷叶后只有躲着的份。不过花局长可不是柔柔弱弱的小熊，该坚强的时候一点也不含糊。明明天生脚掌外翻不利于爬树，这小妞偏不信这个邪，每天都尝试爬树，虽然进步只有一点点。还记得花花大年夜被遗忘在外场，换做其他熊猫早就砸死它，可一向坚强懂事的花宝鸡却是不哭不闹，一直乖乖等到谭爷爷第2天来救自己。如此情绪稳定又美丽的小熊，谁能不爱？活该花花能成为人见人爱的顶流明星。为什么都说荷叶懂事的令人心疼？明明自己被花花吵醒也会去安慰姐姐。精力旺盛的花宝鸡很少午休，还一个劲挠着木板玩。荷叶看到后强忍着困意也要哄姐姐，非要趴在小床上紧紧靠着花花。其他同居的滚滚们恨不得离对方800米远，可花叶姐妹却主打一个如胶似漆，即便是睡觉也要面对面牵手。难怪两小只至今还能住在一起，谁忍心拆散关系这么好的姐妹俩？原本还多动症的花花，有了妹妹的陪伴后瞬间老实下来，只能说叶子是她最大的安全感。要知道姐妹俩平日经常切磋武艺，可两小只实际上就是小学鸡互啄。只见妹妹坐在秋千上挑衅姐姐，花花也不示弱，一个劲挥拳头。不过他们打了半个小时后还是毫发无伤，毕竟花花和叶子都不想伤害到对方。虽然荷叶是妹妹，可她却主动担任照顾姐姐的责任，会提醒花花躺自己身上睡觉，也能轻轻摸着脑瓜哄对方进入梦乡。当花花抱着竹子大口干饭时，因为头重脚轻的身材一个劲晃悠，荷叶赶忙伸出援助之手，直接用熊掌默默扶着姐姐的脑壳。前几天花花被爷爷叫去体检，不明所以的荷叶急坏了，好不容易等到对方回来后，他立马紧紧搂着失而复得的姐姐，宝贝脸上的笑意压根就藏不住，像是在说姐姐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。并且姐妹俩居住的外场经常能听到附近施工的声音，花花听到后有些害怕，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妹妹一把拉住。荷叶真的给了姐姐很大安全感，难怪花花能肆无忌惮的捣蛋，因为她相信妹妹会来救自己的。只见宝贝一不小心掉在水沟，叶子第一时间反应过来去安慰姐姐，一向暖心的她还趴在对方头上。花花对妹妹的爱也是同样的，当叶子呼呼大睡的时候，这小妞非要趁机抱着妹妹，女明星都快热出痱子了也不肯放手。这天姐妹俩排排搞起做吃播，调皮的荷叶撒娇耍赖，非要抢姐姐手里的笋笋，一向宠妹妹的花花才不在意，直接大手一挥交到对方手里，自己则在地上的笋皮堆扒拉起来。每当荷叶躺在姐姐怀里的时候，花花都快被压得喘不过来气了，也得抱着她学着妈妈的样子。都知道荷叶是霸道总裁，宝贝一言不合就抱着花宝鸡亲亲，女明星也只是表面嫌弃妹妹的口水，毕竟叶子走后她忍不住嘴角上扬，花花和叶子才是天下第一好吧。估计姐妹俩只要不结婚生娃，和龙居住一辈子估计都不是问题。为什么花花和叶成年后还能住在一起？姐妹俩亲密无间的关系给出了答案。只见叶子一点点靠近花宝鸡，还蹑手蹑脚的一头扎进对方怀里。本以为这小妞找姐姐求抱抱，结果她下一秒就化身待宰宝妈，非要让花花趴在自己腿上休息。荷叶就差唱童谣哄怀里的姐姐午睡了。两小只大概是熊猫圈唯一和睦的姐妹，从没像艾九闰月那般互扇巴掌，更不会学习萌宝和萌玉整天互扯头花。即便是看上同一个玩具，懂事的花花也会主动让给妹妹。别家熊猫抢秋千打得不可开交，
而到了花花荷叶这里，就是两大文臣之间的口舌之战。明明叶子武力值更强也不动手，两小只比的就是如何用唾沫击退对方。姐妹俩就连吃个饭也要贴贴。懂事的荷叶生怕姐姐够不到竹子，还特意帮对方拽过来，大大方方的让给花花先吃。前几天花花离奇失踪了，叶子一觉醒来发现姐姐不在，整个熊都不好，不是上蹿下跳满屋子找姐姐，就是坐在小门口翘首以盼等着。足以可见看似独立的荷叶有多依赖花花。这小妞虽然经常和姐姐贴贴，可她一看到对方呼呼大睡就不敢上前。宝贝不想打扰到花花的美梦，独自一熊在内场蹑手蹑脚的溜达，也不会叫醒老姐去陪自己玩耍。当两小只在外场玩闹的时候，荷叶看着秋千失灵直奔姐妹俩而来，她的第一反应不是躲开，而是凑上前主动用身体挡住，生怕不懂事的玩具砸到姐姐的大头。这天他们俩正在外场小打小闹，可荷叶却无意间扇到姐姐。贴心的宝贝为表达歉意，还主动伸头让姐姐打自己，心想老姐我错了，你打回来吧。荷叶总是心甘情愿被姐姐胖揍，明明是自己占上风，可这小妞还是要让着花花，被欺负到满地找头也不会反击。可花花遇到危险的时候，小叶子却是能挡在姐姐前面的熊，不是帮姐姐报仇胖揍小伙伴，就是将对方护在身后，生怕二狗动手。当然花花也是妹妹的保护伞。荷叶一开始总是被不良游客欺负，经常用自拍杆钓猫诱导孩子，甚至还有嫌弃对方让他离开镜头的。花宝鸡心疼受欺负的妹妹，每次都将要荷叶搂在怀里安慰，小眼神还要盯着不良游客，像是在说你在欺负本局长妹妹试试看，还会将妹妹划入到自己的领地，一言不合就对着叶子标记，内心 OS 被我标记就是本局长的熊了。只能说花叶姐妹不分开是有原因的，两小只的关系早就亲密到形影不离了。果然自家孩子还是得自己宠。北洞的毛孩子不仅丫丫，其他滚滚也都珠圆玉润。如今的鸭宝哪像是20多岁的熊猫，明明就是个胖乎乎的小孩子，不仅肚子上有了好几层游泳圈，就连他的脸蛋也从凹陷变得大脸盘子。还记得公主刚回国的时候，不适应国内敞开肚子随便吃喝的生活，勤俭持家的她连笋皮都不舍得丢。可丫丫如今却能抱着笋大块肚子，小小露食器完全不在话下。公主还知道从粗的那头拽过来，凭实力给镜头前的粉丝一些小小的震撼，总感觉长公主知道自己有多受人喜欢。宝贝吃个饭还得注意表情管理，这大眼睛和圆脑壳哪个一看了能不迷？如今的丫丫有饲养员宠爱，还有吃不完的竹笋和各种水果窝窝头。相比他以前的生活简直是天差地别。宝贝旅居孟菲斯期间吃不到新鲜食物，几根枯到发黄的竹竿就能把堂长公主给打发了。难怪鸭宝经常被饿得四处乞食，不是对着饲养员下跪磕头，就是一脸委屈巴巴地看向摄像机，像是隔空喊话我真的饿了。平日里只能待在狭小内舍的丫丫，没有任何娱乐活动消磨时光，宝贝只能绕着宿舍溜达。那时候的长公主真的很令人心疼，好在她回国后是去的北地，这里的饲养员一个比一个会宠孩子，不仅给鸭宝准备很多丰容玩具，好好的外场都成了游乐园，还要亲力亲为帮公主置办生日派对，鲜花蛋糕气球一个不落，甚至还用竹筒给丫丫摆上24岁，给宝贝的情绪价值也是拉满了。难怪鸭宝回国后的状态这么好，简直能用返老还童来形容。北洞可不只是只疼爱热度最高的丫丫，同样搬在养老区的还有古大爷。虽然他比丫丫还要大上1岁，可脸上没有任何岁月的痕迹。谷谷每次出场都是锃亮发光的熊皮大衣，脸上的肉都是横着长，只能说养老区的食物很合胃口，毕竟亲妈粉都忍不住吐槽他不长后胖。古大爷的身后同样有各种丰容玩具，老小孩平淡无奇的养老生活中，因为饲养员的宠溺真的增添很多乐趣，就连其他滚滚们吃的竹子都成了谷谷吃播专用的背景板。只能说北洞的家庭条件真的不一般，说是超级 VIP 养老也不过分。难怪古大爷干饭时都是满脸笑意，内心 OS 要知道养老环境这么好我早就来了。饲养员真的是无差别偏爱每个熊猫，正因如此猫粉们才放心丫丫去北洞。